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峰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个基本情况，请看。我们在一起5年，我们曾经分过手，和好之后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他对我变得不走心了。他太霸道了，什么都想管着我，总让我按照他的想法来做事，我没有一点自由。我觉得他总有优越感，而且在他心里面面子比我重要，他还躺平不上进，我的压力太大了。他太矫情了，总是抓住点小事不放，我们总是吵架，我不想再过每天争吵的日子。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郭先生24岁，来自广东，桌游店员工；女嘉宾潘女士25岁，来自广东，职员。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恋爱多久了？我们在一起5年了。谁追的谁？是我们自然而然在一起的。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稍微主动点，但是咱们在一起的话，还是说比较相互的。但是他跟我们的朋友都不是这样说的，他跟所有人都说是我追的他。不是，一般也是不熟悉的朋友来问我，我就会说是他主动加微信，因为确实是他先主动加我微信的。嗨，我就随便问问两个人谁追的谁，怎么还扯出这么一大嘟噜的话？应该是一个学校的是吧？对，我们是一个学校，大一军训的时候认识的。啊，这谈5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呢，现在的年轻人。对，但是我们中间分手过。为啥呀？就是毕业那年，我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当时我就从深圳回到广州，回到我家那边上班了。然后我就会跟他分享我的新工作，我的日常。但是他就是对我很冷淡，我觉得他是有一种优越感。本来他就觉得，他长得比较帅，然后他的条件比较好，然后他就觉得想压我一头。结果呢，我就找到新工作，然后收入不错，他就觉得，他可能挂不住面了，后面就吵架分手。他讲的太那啥了，咱们距离正式离校还有2-3个月，他突然间就直接跑去工作了，那你换谁也会不高兴是不是？所以我当时肯定不乐意，他觉得我冷淡，然后后面也经常吵架嘛，为这种事情，然后就分手了。他毕业去了广州了是吧？工作？对，他自个家那边。那你呢？我还在学校，我是等到正式可以离校了我才走的，回自己老家那边工作。你老家是哪儿？江门。分手了？谁提的？算是他提的吧。当时跟他吵太僵了，刚毕业对吧？回自己老家待一会儿，那为什么你的舍友都会跑来广州这边找工作找机会，但是你非要回你的老家？都在广东也不远了，是不是？又不是说。但他们女朋友都不在广州的，他们也过去。那我在广州，你把我当什么？那广州是你家，你回广州不正常吗？我所以你就没有规划我们的未来，我们未来算什么呢？我们在一起3-4年了。不吵。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分手是有道理的。你看，分了之后怎么又复合了呢？大概分了5个多月吧。哦，分了5个多月。对，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爸爸想让他去澳洲留学，他妈妈不愿意。他妈妈说，如果你要去澳洲，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他就很纠结，因为平时他就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人，我觉得他去了澳洲也没什么前途嘛。然后当时我心里面私心不想让他去澳洲，我就跟他说，那你别去了，说软话，然后要跟他复合。后面他同意了，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就开车把他从江门接到广州，给他找了房子。当时他没什么钱。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出的，这绝对大女主啊！出什么国呀？借这机会连复合带人全划了到我的账下，厉害呀，姑娘！但是有一天，我看他手机，我发现分手的期间，他竟然跟其他女生在一起了，而且那个女生也是澳洲的留学生。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非要去澳洲，因为之前那么多年，他爸时不时让他去澳洲，结果他不同意。然后我就才知道，原来是要跟那个女生双宿双飞才这样子的。不是，跟那个女生关系不大，主要平常都是我爸一直喊我过去那边，但我一直拒绝，因为当时在国内上学嘛。那为什么这么巧，就在我们分手，你跟他好上的时间，你要去澳洲吗？你前面也说，你这不是无缝我没衔接的行为吗？你承认吗？我爸刚好叫我过去，当时也毕业了，我确实是没有方向嘛，也迷茫。那他叫我过去，那我想去外面世界看看。那跟那个女生。也是咱们正儿八经分手之后。我觉得你没有尊重我们在一起4年的感情，为什么我们一分手你没1-2个月就跟别人在一起了？你是无缝衔接的行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标准的吧，不可能说啊，他标准是1年还是2年才允许去谈下一段。不吵了，太可爱了。
反正就是知道真相就有点后悔，我是吧觉得他就是故意隐瞒我的。但是你还翻我手机，你不尊重我吧？你平时也老爱翻我手机了。你说你看跟异性聊天就算了，你看我兄弟的，看我跟我舍友聊天，老爱翻了。我什么时候才开始看你的手机？是因为我们复合之后，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你在区别对待，你对那个女生比对我好。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你对我一个520都没有转过，跟他在一起几个月你就给他转520红包，什么意思？那主要我跟你谈的时候都是上学时期，钱也就那么点。那我们现在毕业1年多了，你没给我转啊？你知道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宁愿把你的钱拿去买1000多的模型玩具，你都不愿意给我转520红包。因为当时我跟他谈好，本来想着出国，后面又不出，跟他闹掰了，又跟着你来广州了，跟他闹掰了。所以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不是，我也没爱提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不提我也不会提。那来到广州一开始也没多少闲钱，那我有闲钱我肯定会转的，而且这是一个形式，对不对？形式呢？你跟他在一起几个月，在微博、小红书还有很多社交软件发你们秀恩爱的记录，但我呢，我没有。不是，首先你也该了解我一直都不爱在一些乱七八糟的平台去秀恩爱这些，我觉得很奇怪，很幼稚。但是你做了呀，如果你在意我，为什么不发我们的动态呢？为什么我跟那个女生哦谈说会发？因为她强迫我，我不爱干这事情，她就非要逼着我，非得去发这种东西。那他逼你可以，我逼你不行吗？那所以也跟他分手了呀，因为他老爱强迫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你也想成为第二个他吗？你看这个逻辑自洽回来了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买暖宝宝？姑娘，你老跟那个比什么呀？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没有安全感，跟他重新在一起，我们失而复得的爱情，他不仅没有好好珍惜，还对我越来越差。我珍惜啊，哪来不珍惜？连我不舒服你都没有主动关心我，你对别人就会这样子。有疏忽，这个我承认，但不能说你完全不关心吧？哎，我问一句啊，就是你们俩复合，是你从那个女生手里把她抢回来了呢，不是还是那时候他认为是，他认为是抢不是回来没有抢？就那个时候你和那个女生分手了吗？分了，肯定是分了。不是，你和那个女生不是也没谈多久吗？对，没谈多久。那为什么分啊？就是他都不去了，还谈啥呀？这是其中一个小原因吧，主要还是也不合适。不合适是因为他去不了澳洲了，所以才分手。你看，都是你揣测出来的呀。什么揣测？这是真的。哦，好。而且你对我一点都不走心，就是他上一家公司不给他发工资，然后我们去劳动仲裁，然后他每一步准备证据，然后开庭准备的话术都是我教他的，都是我用本子给他写好拟好的。然后呢，他顺利拿到了赔偿，然后几个月之后到我劳动仲裁了，然后我让他把一段语音录到光盘里面去，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不去做就算了，他还发脾气，他跟我说你的事情我不想知道，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这句话我确实是有说，当时是跟你吵得急眼了，我才说这气话。他每天给我发10几条语音，几十个字，就那么几个字是重点。但我确实很难找出他想表达的重点，听得特别费劲。我给他发语音是为什么？我给他发语音是因为我跟他说把语音录到光盘里面，他不愿意，他推3阻4，他应该在玩游戏什么的，他就说这个事情很重要吗？我就可以跟他解释很重要很重要，结果他就不愿意听，也不愿意做。为什么你的事？请问为什么你的事是天大的事，我的是什么都不是呢？哪来的优越感呢？我没有不重视，天天在家里放皇帝，这女生这个特别有味道啊，很有意思。我觉得她不好好说话，听得我很不舒服。有时候我就忍不住去回怼她。对，我就说那个非常挑衅。但是我发现你一个特点，姑娘，你跟他所有的关系都是靠比较得来的。就是你要不拿一参照物，你们俩好像之间没啥。行了，不走心这事儿我们听明白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躺平、不努力、不上进。之前我让他去找工作，他答应了，然后去做简历嘛。结果他 A4 纸的简历里面有一半是空白的，我给他发了很多别的模板，他不去看，他拿着空白的简历去应聘，结果就没有找到工作。然后他还很不耐烦，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跟他自己没关系。我没说是别人的问题，因为当时刚出学校，确实没什么经验，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写这个简历。现在有没有工作？现在有。然后他当时确实给我写了，但是网上那些他教程我觉得太虚了，我就写不下手。不想那么虚是吧？对，他就是懒的，他看都没看，他点开都没点开，懒的，他就是想躺平，因为他现在的工作是他以前大学的兼职，他就觉得这个工作挺轻松的，不用上什么班，然后天天打游戏，他就把那个兼职当成全职。毕业了1年多了，他也没有想过我们未来以后要怎么走。每当我问起他，他就在那发脾气，他说
什么，如果你觉得我浪费你的青春，那你就跟我分手。他这样子跟我说。就他太步步紧逼了，有些问题给我很大的压力。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就我认为至少得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吧。我现在不是躺平。那你去找啊，你没有去找过。我会找，但我目前我觉得刚毕业嘛，先做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是不是给了你时间？毕业到现在1年多了，给了你1年多时间，你还不够吗？你还没有规划吗？我会规划的，我尽快。这句话我听了几十次了。天哪，太厉害了，这姑娘太厉害。我翻译一下给你听啊。打算什么时候娶我？我觉得好歹3年吧。小 Z， 你知道什么条件我能嫁给你吗？哦，知道啊，说说看。就有车有房，有稳定的工作，3年你就能达到这些了？靠自己真不好说。他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样，有时候就说3、5年吧，有时候就说不知道。然后我也从来没有要过要车要房，我就觉得有感情也是能结婚的，但是他连这个都不愿意，就是规划一下，我觉得很寒心。哦，广州是你家是吧？对。你家人见过他吗？我妈知道他，见过一次，他把我的车撞了的时候见的。不算正式见面。对，不正式。你妈对他什么印象？就是觉得可能不太努力吧。就看一眼就知道不努力了。你妈是学什么的？就是他就问我他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我就会说他现在就是刚毕业，然后可能就帮他挽尊嘛，我一直都是。行，挺好的。我怎么觉得你特别着急嫁给他是吧？不。其实我没有很着急，但是我想要就是有安全感。你连画饼都不画，那我们在一起干什么呢？那我觉得可以慢慢来嘛，这种事情就刚毕业没必要这么着急。除了不规划，你觉得他不给你画饼，还有什么具体的事儿？你觉得他不给你画饼？比如说，他答应我11期间要带我回去见他母亲。哦。到了11期间，他闭口不提这件事情，然后我去问他，他还发脾气。我就觉得你做不到，你就不要承诺。这不是我想承诺，是他逼问我的，你懂吧？他每天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回去见一下家长什么之类的问题，都是他一直逼我，要我必须给出他一个时间。那我现在工作也不是说特别稳定，怎么好意思往家里面带呢？是吧？那家里人的思想我也知道，他肯定觉得你都不成熟，啥也没有，你凭啥这么着急想这些问题呢？是不是？家里人肯定是觉得不靠谱的嘛。我也不好意思。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知道你现在给不出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给不出时间的。那你总得有一个规划。我不要你现在带我回去，但是呢，你就是莫名其妙的承诺了11期间要带我回去，结果没有做到。不是我莫名其妙的承诺，是你逼问我。那我让你承诺什么你就承诺什么吗？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吗？那我逃避得到的结果还是你不停的逼问我呀。我就是想让你有一个规划，你从来就是没有啊！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能规划，那你别这么急行不行？每天说出你的规划，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我认为我现在工作虽然说不稳定，我也会想着说去找稳定的工作，对不对？那你只是我理想的时间，我想做年底或者年初就换一份工作嘛，去找一找，对不对？不是，姑娘，你今天来干嘛的？其实我很想让他给我一个规划吧，就相当于说我们未来之后会在一起，就给我个确切的回复。但他没有啊，你就看上这臭小子什么了吧？一开始在学校，我觉得他挺帅的，然后挺温柔的，没有说因为有很多女生加他，他就对别人干嘛，就是挺有分寸感的啊。现在呢？现在我就觉得他有时候比较温柔吧，就是我跟他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虽然他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啊，大容器。嗯。还喜欢他吗？喜欢，不然也不会跟他来。其实我也觉得他有问题，所以我才想着来。为什么呢？对，你觉得他的问题是生活上就很能给我压力，而且他很喜欢占一个主导地位，什么事情他都想抢着去做决定，对吧？就像昨天晚上吃饭，他非得吃火锅，我说我不太想吃，他说不行，今天一定要吃火锅。我可没有这样说哦。你就这么说的，我说想吃点别的。是你答应我吃火锅我们才出门的哦，我都跟你说我不吃那个很腻，想吃火锅。我请你吃，然后你答应了我们才去的。一直强迫我，就是那种打压式的。我给他翻译一下啊，你别着急，我已经理解到了。你所谓的商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有3种选择，3种水果吃啊 ：A. 榴莲 ，B. 苹果 ，C. 梨。你先选一个。选榴莲。就知道你选 A， 所以注意了啊。A 是他想好的，你看我跟他沟通啊，吃苹果吧。今天我特别想吃苹果，我跟你说过了呀，我想吃榴莲啊。你对我客气，对他肯定是这样，这是商量吗，姑娘？
你没有发现他所说的规划也是一样的吗？你内心是有一个预设的，没有达到这个预设的时候，你就认为他没有在做，是不是？你们俩是商量吗？但是我们一般吃饭是他吃一顿他想吃的，我吃一顿我想吃的，但是更多时候他那叫规则。他现在说的是他没有感觉到你跟他商量。我再翻译直接一点，就是不被尊重嘛，话语权小嘛。他是不是很强势？对，他要做的事情基本都得去做，是吧？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是不得不强势，比如我跟他出去吃饭，我让他叫一下服务员倒点水倒点汤，他不愿意，他说他不敢跟服务员说话，什么都让我去，我就很烦，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要我去交涉呢？就是像我在照顾他。不是，你不知道有些人就这种性格吗？他的人格就是这样的。你喜欢的不就是这个吗？按你刚才给他的标准，他温柔对吧？他是温柔的是吧？他能听你絮叨，这是你的原话对吧？絮叨大概不是，他愿意听你的。我跟你说，你要碰到一个往那儿一坐，菜单拿起来就点菜的男人，往那儿一坐，服务员过来把茶给我倒好的男人，吃完饭以后服务员过来把单给我结了的男人，今天直接给你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就摁在你吃的男人，那种男人你会喜欢吗？对吧？那么厉害，哎，这个厉害还是澳洲那个厉害？这个这是一把刀子，我只是要给你预个警，你比那个还厉害，但是人家在做出终极选择的时候，人家选择的是你，所以这事儿就让它过去，不要老提了，好吗？你活得放松一点，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如果想给男孩当妈，你是会倒霉的。他就是一个大孩子，就你妈味儿太重了。你还担心他找不找工作，你还担心他有没有靠谱的生活来源，人家自己都不担心，你担心他干啥呢？你现在一个月多少钱？9000多吧。你先让自己一个月赚18000之后，你再来看看，你还看不看得上这个男人？这很简单，因为谈恋爱这个东西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只要你走出学校，你踏入社会了，你所有东西都是要花钱的，恋爱是有成本的，它是有经济成本的。你现在觉得喜欢他，你养他1年，你试试，立刻对这个人祛魅。女孩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短的时间跟别人在一起？很简单，那个人有你身上没有的新鲜感，往往就是在一个前任那儿受打压了很久，那么这个人他遇到一个新人的时候，他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是填补他前任没有的。他能回来找你，可能是因为感情深，但是他也是真实的喜欢上别人过的。不要去幻想自己的对象有多么的喜欢自己，我现在没有觉得你多喜欢他，你只是不甘心。你只是觉得这个人你在他曾经上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为什么别人跟他相处2-3天就能够得到你曾经想要但是得不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他不会给你回应。你越是这样，他越不会给你回应。就你热一个人，你是热不来的，你就凉着他，凉久了，你把他忘了，他自然也就回来了。就是好好的赚钱，多出去社交，交交新朋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这个世界上的男生不是只有这一款。那么男生，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他对你有一个标准，他要求你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样的阶段，他要求你毕业之后多久你就要找到工作，你找到工作多久之后你就要升职加薪，完了你以后可能还得干副业，你要赚到多少钱才可以达到他的诉求来赚钱养家，这些都是标准。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有程式化的人，他人生的每一步，他是一个很有规划性的女生，但你不是，你是一个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人。你不会去想说我要把未来的压力放在现在就去考虑，你觉得我还可以体验生活，我还年少，你不要觉得他没主见。我跟你讲，这个男孩有主见的很，你催他，没有主见的人是一催他你就会动的，他很有主见，这样的人其实跟你的性格是不符合的，不适合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真正要跟他学习的是如何喜欢你自己，因为只有一个足够喜欢自己的人才有资格去操别人的心。谢谢。你们这次复合多久了？ 1年多了。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相，姑娘，
你已经不喜欢他了。你能跟他复合，他也能跟你复合，是因为在你们大学那段过往当中残留的情感，然后在一个偶然的契机，你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在这次重逢之后，你没有一天是满意的。这个不满意的背后，其实你要问问自己，不满意的是什么？因为你已经看不上他了呀。在你从大学进入社会之后，你的身份角色发生了变化之后，他不是再能够适配你的那个可可爱爱、长得不错的小男生了。那你干嘛不接受这个事实呢？你也没有错呀，你是曾经爱过他，喜欢过他，但今天你不喜欢他了呀，人不能变吗？结了婚，如果两个人不是真心相爱，彼此伤害，我们即便是爱情保卫战，也不会不支持离婚的。那何苦你们一段爱情呢？所以我想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去正视你对他的这份感情，没啥对错，也没啥浪费青春，你已经有结果了，爱过一场就分道扬镳了嘛。我觉得你要做的是这件事情。男生，我觉得你确实没有什么爱的能力。一个真的能够放弃自己在家乡养尊处优的生活，为了一段爱而奔赴的男生，是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的。他是要有自己的规划，他才会有勇气去做这个事儿。我只能认为，你来到广州陪着他，不过是任性随心所欲而已。或者澳洲没去成，那咱就换个地儿吧。你不是为了爱而奔赴，你没有计划，你就是得过且过，到哪儿算哪儿。因为你想，你妈妈会因为你要去澳洲跟你爸爸在一起，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你是在一种多么大的爱的束缚下成长的呀。所以你现在真的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我觉得你可能也挺可怜的，但这是你的人生课题，你要去面对，要去处理。你不能躺在过去你爸爸妈妈带来的伤害中过一辈子吧。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谈什么认认真真啊，我们长相守的爱情。你适合先把自己整合起来，把你很多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支离破碎的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你成为独立的个体，你能够辨别清楚怎样去爱自己，怎样去爱别人，再去谈恋爱。谢谢。你知道那是饼，但你就想吃那个饼。你知道他不努力，他不是上进那个人，连你的妈妈都知道，因为那是你说的。否则你妈妈怎么会一次见他一次就说这孩子不努力？那是你的感受，但是你偏偏就爱这一款。他身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让你离不开，这可能就是爱情的魅力。有时候爱情啊，你们现在这个阶段不像严老师那么深刻，你们认识不到。什么时候能认识到？你们自己得走，你们自己得去摔，你们自己得趴那儿，你们自己得疼，你们才能懂。否则现在说什么都是白搭。我有时候觉得呀，我们可能过得太累了，因为我们对爱或对婚姻、对生活这件事认识太多了。反而我挺羡慕你们俩的。你明知道他不上进，你就是离不开他，你就想跟他有一个结果，你就想去试一把，看我能不能改变他。但是我只给你一个规劝，别太着急了。可能上一次的分手就是因为你太着急了，还不放慢点脚步吗？你今年多大呀25。哦，25还早。他多大呀24。哦，对于男生来说更小了。你现在给提溜起来，结婚不可能啊！好好享受你们现在的恋爱吧，不是婚姻。你们离婚姻那一步啊，还早着呢。就这，不要拧巴嘛，你又也太拧巴了。现在像什么啊？就是你看啊，一个单位里面，你现在上班了对吧？啊，一个单位里面有一个领导，啥事儿都管。就事无巨细，样样要把权力抓在手里，然后跟手下员工说，你要有主观能动性啊，事儿你得自己干啊，是吧？你做出点成绩给我看看啊。那员工就看看他老板，我动一动你都管，我怎么有主观能动性啊？深刻的剖析了你自己。我才不管呢。我这2天我公司在装修，我都不知道他们装成什么样。据说是一边上班一边在装修，我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那是因为深刻了剖析了之后，所以不管了，累死了。能理解我说的话吗？就你是什么？你是园丁式的女友，
他有一个园丁式的妈妈，你们是一类人，你们是以培养，就那个小小的苗长成一个稻谷，是吧？你希望把它培养成这个样子，但问题在于，你培养出来的必须得是稻谷，这个你养着养着变高粱了，你就不愿意了。但问题在于，那个稻谷它既然已经被你驯化了，那它自己怎么长呢？它没有那个野外生存能力了，对不对？你说你不浇水，不给它施肥，它自己能长吗？它长不了了。为什么？它被你驯化了嘛。既然你选择了当园丁式的女友，你把它给驯化了，那所有事你都管了呀。是应该你告诉他有什么规划吗？他凭什么告诉你有什么规划？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琢磨。他都已经是这样了，你看看他那样，他还能有规划吗？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规划了。他这辈子第一个，他唯一反抗过你们的事儿，被你和你他妈两个人深深的给摁灭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两个敌人，一个是他爸，一个是他另外那个前女友，熄灭了，这堆火没了，那不就完了吗？你们要的就是这堆熄灭了的火，你把它点燃起来干什么？还点得燃吗？点不燃了。接下来你就列一张表，告诉他下一步你应该学点什么东西，然后应该找个什么工作，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订婚，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结婚，订婚的时候要过多少彩礼，你去问一下你妈，你妈那有没有，没有的话这个钱应该怎么来，你告诉他嘛，这你选的姑娘，路是你选的，不要拧巴。你听了心凉不心凉？还好，挺好啊。所以路都是自己选的。人啊，当你自己是自己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听任何人，让所有人做主。但如果有一天你成了一个父亲，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得有责任，因为你创造了另一个人出来，这个时候你天然的对他负责任。你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够再推卸责任。所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不要那么着急成为父亲。至于成不成为丈夫，你做不了主，听他的，对不对？谢谢陆琪老师啊！想找陆琪老师点评一二的观众朋友，方法非常简单，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老粉区还有新人礼是吧？陆琪老师的免费课程，一起进入真情60秒。就其实他的一些意见什么的，我愿意接受，但是我觉得咱们就是沟通方式还是什么的比较有问题嘛。你不能用命令的口吻去跟我讲，我觉得很不尊重我吧，好像你把我当啥似的。你就好好跟我讲，平时脏活累活我都会干的，我不是不干这种事情，我都会干的。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也是想跟他好好在一块谈的，所以才在这边。哎呀，你说你喜不喜欢人家，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就行了，说这么多干嘛？喜不喜欢？喜欢。爱不爱？爱。想不想一辈子在一起？想。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人家？愿意。你们俩谁强谁弱？现在？目前肯定是他。弱的听强的还是强的听弱的？都听吧。肯定是弱的听强的喽。这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要这个面子有什么好要的？女朋友都快跑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哎，接下来做预测啊，会不会双出？我觉得双出。我其实没有不看好这个男生，我觉得他俩很难调整到一个愉快的对等的关系，男出女不出。哦，这肯定双出。其实这个男生他确实是害怕人际关系里面的冲突啊，他是真害怕，所以他不喜欢，就他已经被养得弱的不行了。但这个女生所有的人际关系对抗他都不行啊。我觉得女生也做不到一个大女生说来，我收了你，你就听我管理吧，我来给你指挥咱俩的人生，他也不行。真强是文杰老师那种，那真强，哎，对，是吧？所以你看啊，为什么大家会在这里面挺关注、挺关心的，是因为这两个小朋友就是很认真的在谈恋爱。想有一个未来，让未来更好，所以我们看别人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
好，哎，这分得开吗？分不开。最后再挑拨离间一件事儿啊，提醒你注意啊。我说你个小伙子见过你妈妈没有？知道。你看播出的时候，他有一个微表情，那个微表情就是无奈、尴尬、不甘、不好意思。你还记得什么？你应该记得你说那句话，他开我的车撞了。为什么在说那句话的时候呈现出那么丰富的一个表情呢？你可能又回到了现实，恋爱就是恋爱，你们好好谈一场恋爱，到最后他成长起来就成长起来，没有成长起来这件事儿其实不后悔的，好不好？要不然你就强力嘛，强力到你去规划它，挺好的，好好谈恋爱吧。来，一起见证这对年轻恋人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我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有点羞于表达吧，但是咱们应该好好沟通很多问题。是，我以后会就是放手，就是不那么着急，好好跟你沟通。就不要太说教就好一点。对，就是你的事情你自己去想吧，我不管那么多了。哎，请亮灯，好感人的哈！来，请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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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请回，请回。即使成为夫妻，你还是你，他还是他，你们共同的只是那个家。如果因为有了一个家，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就化成了完全的一个人，没有人会幸福。好了，祝他们恋爱快乐。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她的前男友要找她复合，她还瞒着我，而且她的态度摇摆不定，我现在搞不清楚她是怎么想的。他总是不信任我，和他在一起我也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和异性聊暧昧没有分寸，还恶人先告状。他现在冷落我，不在意我，就是逼着我向他提分手，让我做那个恶人。我俩之间的矛盾其实挺多的，他总是嫌弃我，时不时还吼我，我觉得我俩的感情快走到了尽头。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齐28岁，来自黑龙江医美，女嘉宾菲菲25岁，来自河南，保险销售。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现在都在北京工作是吧？是的。咋认识的呀？就是之前朋友介绍，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出去玩，感觉她挺漂亮的，大概就是聊了得有1个多月吧，感觉不错，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哎，我觉得你是少有的说相识的时候说的比较坦诚的，长得很漂亮。最早的那个萌动不就是因为外貌吗？现在为什么来啊？就是我觉得他最近对我这个态度就比较冷淡冷漠哦。最近见面我们约会就是出去玩次数也比较少啊，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然后我就是问了他的一个朋友啊，我们都认识嘛，据了解到的情况是他的据了解到的情况对他前男友回国了，想跟他就是复合，然后他又对我又冷淡又冷漠，我找他经常他又不出来，我就觉得是不是他有让我就是跟他逼分手的一个想法，让我提分手。哦，你怕他所有的行为背后是逼着你分手，对，所以你今天来这儿问个清楚。对，哦，行，前男友回来了。对，但是我听到他这样说，我真的觉得很冤枉啊！我前男友是回来了，但是我压根儿没有想跟他和好的打算啊！但他老就是揪着这个事儿去说。不是这个，你没有打算的意思是前男友有想复合的打算是吧？对，他是来找过我，但是我直接跟他说了，不可能。老师，他前男友不但回来找他，然后还找他出去吃饭，然后还送就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像什么包啊、首饰这些东西。哦，前男友家里条件比较好，对，富二代嘛。他送是送了，但是我没收啊，我也知道谈恋爱嘛。肯定要保持分寸感，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做到最好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哦，那你回应一下，为什么最近对他比较冷淡？对他比较冷淡，我觉得是因为，他对我比较冷淡。比如我们都有认识的朋友嘛，周末一起约着出去玩，
他就不去，推三阻四的说忙工作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跟别的女人去旅游去了，我知道这件事我特别生气。什么情况？老师，我纠正一下啊，我不是跟别的女的去旅游，我是因为出差，好吗？出差为什么要跟女的一块儿去呢？那我的客户同事肯定80%都是女的。是这样，老师，我就是属于医美行业嘛，接触的这些都基本都是女的为主。然后正好就是赶上那个客户，然后也是算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客户。他最近就是心情不是特别好，就是想散心，来北京就是找我，就这种。再说也不是去旅游，就是在北京周边嘛。他考虑我的感受了吗？拒绝我跟别人去。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我没跟他说，就是怕他知道之后总因为这事儿跟我去就是闹。那你不说就不对嘛，说了就没事儿了嘛。那你像他跟他前男友找他回来吃饭要送礼物，他也没跟我说呀。那你咋知道的呢？他拿了回礼物了吗？就是比较贵重那些东西。他不是说没收吗？他是给人退回去了。哦，行，好，现在明白了。这个心结一说就说开了吗？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能释怀。我还是看他那个手机相册，看到他跟别人的合照，那举止很亲密，我很吃醋，我接受不了。就你们这行业真需要这样？不是很亲密，老师，就是他有点夸大其词了。而且我之所以这么做，不都是因为他。不是你这么做怎么是因为他呢？是这样，老师，就是我俩处1年多了，就是有结婚的打算。我的想法就是因为老家不是北京的嘛，就是想在北京挣钱，然后回老家去买房。因为我也是独生子嘛，然后后来我们俩沟通，就是他的想法就是想要求在北京买房啊，因为我们工作都是在北京嘛。然后但北京房子又贵，那我肯定我要去努力去挣钱呢，不能接受。对，他工作忙，确实我也理解，我有时候也挺心疼他的。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生气，而且你知道他不只是这一次陪那个女生去旅游了，还有他跟女的聊天也特别的暧昧，就夸人家你长得真好看呀，美女，你身材真好，气质真好，我就很接受不了。老师，我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我请教一下曲总啊，是不是每个行业不同，他需要的这个销售的技巧不同？比如说医美行业是不是就得夸客户身材好漂亮？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是，人家就说从你这得到服务之后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反应嘛。是这样，就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对，其他行业要这么说可能不太合适。对啊，它就是美的行业嘛，医美。所以就得夸着美。是。那你所说的他这个除了夸美没别的吧？反正也经常跟一些女的聊天，也不夸我，难道我就不需要被男朋友提供情绪价值了吗？我感觉自己没有谈男朋友。女生提出来了，小子，别光挣钱，钱挣了人没了也不行。老师，你说我不挣钱，我咋在北京买房啊？压力我也很大。你给谁买房？那给我俩吗？对，他没了，你给谁买房？他没了，我就不在北京买房了。所以啊，你要搞清楚啊，哪个是本啊，哪个是末呀？女生对这个还要求挺高是吧？我经常查他手机，他每次跟那个其他女的聊天，我都生气，我不想理他。而且老师，我就觉得他就是有点双标。啥意思？就是他一面就要求我少跟客户说这个就夸人好看，然后一面他跟他前男友去打羽毛球。没有的事儿。那没有事儿，没有这回事儿。我都听别人说了。哪个前男友？就是国外那个吗？主持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我跟他解释了，他不相信我，相信别人啊。那我肯定去相信的。他前男友去他那个公司接他，开着豪车啊，然后就是他们同事就议论纷纷的，以为他跟他前男友就是好了，跟我分了呢。那有没有去打呀？没有，就是他确实是来公司找过我几回嘛。那我当时那个同事什么都在，我肯定觉得影响不好，得下去让他走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咱俩那个去打羽毛球去吧。我说我不去，我都谈恋爱了，跟你打什么羽毛球？可能我同事听到了，传他耳朵里了，但是没打。然后后来我也跟他说，让他别来找我了。你看多好啊，人姑娘拒绝的很果断。老师，我觉得他撒谎。这件事过去没几天，然后他前男友加我微信了，不知道在哪弄的我联系方式。干啥？就是跟我说他俩之前有多好，他俩多般配，就是各种贬低我、讽刺我，说我跟他就不般配，然后我又就经济条件又不好，然后各方面可能都没他优秀吧，就是让我跟他分手。然后我们之前聊天记录我也带着了，老师。你甭管我是谁，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合适吗？你配得上的吗？不是哥们，你到底谁？我出国2年，我特别什么，他都胖了。然后老师，你看那个他前男友说的，然后说他坐在车里，然后眼睛呢看见光。那说那话就太让人生气了。
主持人，好幼稚。我想说一下这个事儿。不，这事儿你也知道啊？我知道，他跟我说的。我不知道我前男友从哪找他联系方式。我当时还安慰他说：“哎，肯定是在我心里他最重要嘛。”然后我前男友他就神经病，你别理他，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就觉得是我的原因。我要从这个看，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能推出来，那个男人是被这个女人拒绝了，所以气急败坏才这样？我反而就越发相信这姑娘是拒绝了他，不就这男的狗急跳墙了吗？是的，老师，我觉得你们分析的都特别对，是吧？而且你知道我们俩的矛盾，他老是说前男友，什么事儿都提前男友，但其实我们俩的事儿跟他关系都不大，他就老是拿这个说事儿。就是比如，我就想着，给他打扫打扫房间吧，你看这也是一份好意。然后有一次给他打扫房间呢，就动了他那个手办，我想看上面有没有灰，他就冲进来对我吼说：“你又动我东西干嘛？放那儿。”就弄我当时都很生气，让我一番好意的去为他打扫，最后他没有感谢我吧，还唠埋怨。老师，我觉得他有点夸大其词了，我就可能说说话声音稍微有点大，我就是可能有点这个就是强迫症，然后也比较喜欢手办这个东西，然后我的手办都会放在就是这种透明密封那种柜子里，就展示柜里，它根本就也不会落什么灰。所以说他看看不行吗？他总去擦，然后吧，每次就是这些手办吧，就是摆放，还有这些手办的这个姿势动作这一块我看都比较重。然后他可能是擦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碰到。我都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去弄，我说你没事你干点别的，就非得弄我这些东西，就跟我对着干，我不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我也是一番好意。以后咱们不干了。这贱兮兮的这个男生，然后老师还不止这事，就是他愿意做饭嘛。哦，他给你做饭呢？啊，对，他愿意做点饭，自己也吃。哎呀，这个太啊！然后我说尽可能少做一些有味道特别大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租那个房子是那个公寓嘛，开封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第二天就是弄的这个衣服上都是那种味道，上班然后领导就老爱说，然后他老吃那种螺蛳粉那个东西，换另外一件衣服穿啊。我基本都是工装，就味道特别大，难闻。我说你尽量少做，我说你要真是想做的话，你可以就是等我休息了，就第二天不上班的时候，我说你做这些东西。这事儿都发生在她前男友没回国之前吧？对，其实你早就应该跟他分手得了。你看，吃也吃不到一起，玩也玩不到一起，而且怎么谈的恋爱，真是。而且我就是喜欢做点美食，他又挺反对的。而且我们俩不是在一起时间也久了吗？我觉得感情比较稳定了。然后我对这个身材呢也是比较放任嘛，就想着，你吃点好吃的，也没有那么多的身材焦虑。然后他就是可能跟客户都是大美女吧，他就说，你看你胖的也不注重身材管理，还要求我瘦到95斤。那减肥是你自己说的，我俩在一起1年多，他胖了20多斤，他说他胖了要减肥，然后就是让我督促他。然后就监督他嘛，我说行，背1-2天，然后天天晚上就是因为吃饭有时候特别晚嘛，就吃宵夜，而且他老吃那种高热量，像什么炸鸡啊、披萨这种东西。有时候你不也吃吗？我吃过，也是偶尔吃那么1-2口，也不像你吃那么多呀。然后但是大晚上吃那些高热量的东西，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对健康。我说你就不要老吃这些东西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嫌他胖了。那你觉得他胖不胖？还好。那你为啥还是嫌嘛？对呀，我就觉得他就是还有吧，就是最近就对我就是也有点不上心。之前我们一起出去玩，就约会、见面、吃饭什么的，然后那化妆化1个多小时，然后梳洗打扮的非常漂亮。就是近期找他出去，妆也不化，头也不洗，然后有一次穿睡衣就出来。可是爱一个人不应该就爱他的全部吗？我觉得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你就放松一点，休闲一点，要不然那样端着多累啊！我怎么觉得是你要逼着他分手啊？我没有，老师，而且就是包括有些事儿，就是包括就是出去又不洗头，又就不化妆这块，都是他前男友回国之后。对啊，他怕他前男友纠缠他嘛，所以他不化妆不洗头嘛。然后就是这些事儿都是在他前男友就是回国之后，然后就是见面次数也少了，然后也经常吵架。之前倒还好，也没有这么频繁。你咋那么没自信啊？那他前男友那富二代那肯定啊。他要喜欢他前男友，那不前男友回来提复合，人家不就复合走了吗？所以说现在我就是怀疑他就是想让我提分手。他老是这样，总是不信任我。那你跟他分呗。所以就来这个节目了吗？不是，你就直接跟他说分呗，你不让他做恶人。放不下，就是那个感情。
听懂了，你们这感情还真是出了问题了。但是出在谁身上，问题在哪儿？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其实你更多的是陪伴他从上一段感情里面走出来嘛。你再去跟他说什么，哎呀，我觉得你有多重要，我跟你说，当初你有多难过，他就觉得你的前男友有多重要。就这个东西，你去跟他说，无效沟通。因为人很多时候，有的人认死理儿，他已经判定了这个事情的性质，他自卑啊，他本来就是通过安慰你，然后感动你，他才成为你的正牌男友的。所以这个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在他的心里会是一个很深的烙印。所以一开始他认为他跟你的前男友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他就是低于别人的。你这个前男友不回来还好，你俩能过下去，但只要他回来，这个事情一定在。他就像一个伤疤一样，那个疤可能你已经好了，你忘了疼了，但戳着他了。他要通过不自知的一些对你行为的打压，然后来把你锁在他身边。他可以说因为你来北京，他说我现在要去赚钱，要去买房子，要去怎么样，一切都是因为你。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沉重了，这个理由也太沉重了，这个东西会跟你一辈子的。对，有时候他这样说，我就会觉得，哎，很内疚，很对不起。不用很内疚，他就是让你很内疚，这是绑定你们关系的一种手段。他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他是一个救赎你的一个状态，但他现在不救赎你了，他现在开始打压你了，你能不能接受？答案是不能。一定是不能。因为我跟你说，就你女朋友这个样子，她很可爱，看上去很单纯，确实很漂亮，她不缺男孩追的。你的不自信或者你的不自洽会跟随你一辈子，你越来越会觉得，我为了你留在北京，我为了你赚了那么多钱，我付出了这么多时间、青春和精力，结果我换回来了什么？我跟你讲，现在不问你，以后一定会问你。所以你们俩价值观是不匹配的。你的女朋友其实还是比较感性的，我觉得你们俩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我觉得以后会出很大的矛盾的。我也觉得你们特别不合适。真的，我觉得女生是一个对待爱情挺浪漫、挺单纯的一个姑娘。就她对爱情的要求是情大于一切的，或者她对于生活的要求是情大于其他的。你不是。你觉得我如果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我也没有办法去拥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我如果没有足够的晋升空间和晋升的方法，我也没有能力在众多男性的这个竞争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所以你做任何事情目的性都很强。那女生误以为在她情感困顿的时候，你来到她身边安抚她，这是一份纯粹的爱情。你不计较她那个时候还心碎在上一段情感当中，她认为你是爱她的。其实这只是你追求她的一种，我不能说是技巧吧，就只是你追求她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是有目的的，所以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赢得她的芳心，而不是她要的纯粹和浪漫。所以你们确实不是一路人。你看你对待工作关系，你说我陪一个女客户，那我陪她旅游，但是我没有告诉我女朋友，怕我女朋友不高兴。其实你也觉得陪这个女客户旅游不是你工作中应当应尽的责任，你也觉得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但你为了你的目的维护这个大客户，你也要做。他就不会，他不会为了前男友有钱就放弃你，你会哎。所以你俩我觉得真的不是一路人，也没有必要非要特别勉强在一起。你看当生活真正开始落地的时候，你会嫌弃他呀，你嫌弃他做螺蛳粉你不爱吃，搞得你浑身都是味道。就你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个漂亮女孩子占有欲，还真的不是爱和欣赏她。婚姻不仅仅需要爱，还需要彼此的支持欣赏，彼此的分享。你不嫌我的螺蛳粉臭，我也不嫌你挣的钱少，对不对？好吧。男朋友这事儿啊，它是摆在表面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你们之间的信任出现问题。这种信任反映在各个你们之间的不合适，或者一些矛盾点，有可能也是一件误解。女生坐了你前男友的车了吗？坐了。和他吃饭了吗？吃饭没有单独吃，是和很多朋友们一起。但是你去的时候知道前男友也在，去的时候对不对？好，礼物是收了，退回去了，因为不先收，然后再退，
没有当时拒绝？对，当时人多拒绝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朋友起哄，就是说，哎，你是不是没放下呀什么的？我想表明自己放下了。当时你其实这些都是借口。你如果真是这么决绝的话，好多机会就不可能发生的。换成我也很别扭哦。但如果我对你有信任，这不能成为我们之间的矛盾点。我老婆也做过类似的事情，然后呢，她真是瞒着我不知道，被我发现的啊！我看到他们的微信记录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或者说你带我一起去啊？他说因为人家男的约了好几次，他不得已出面请人吃了一顿饭，吃完就回来。他说为什么不跟你说？因为知道你肯定不开心。我说我是不开心，但这件事就过去了，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们之间有信任。你们现在缺乏这个信任。男生的问题啊，你太看重钱了。我相信你是为了获得这个客户关系去陪他做的一些事情，但你知道这件事情也不能跟他说，所以你就会想他做这些事情也在瞒着我，形成了一种欺骗。前男友有钱是你的错吗？是你们之间感情不够夯实的问题吗？是也不是。女生明显不看重钱，但更看重情谊。你用钱来衡量感情，你冤枉她了。背后是什么？你不够了解她，你对她没有信任。你觉得爱情和金钱摆在一起的时候，换成你就会选择钱。所以啊，这是你们在感情当中价值观不同产生的问题。能不能磨合？能，但是就需要你们真的是包容彼此，真的是向对方最近的一步走步看，抛弃你的金钱观，抛弃你一些没有价值的情感，我们去珍惜自己最应该珍惜的东西就行了，就这样。其实你今天站在台上，你一上台，我刚才在台下我也看到你了，我就觉得长得很好看，非常漂亮。你上台的时候说啊，我进入一段情感之后，我觉得就很稳定，放纵了自己，胖了20斤，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凭什么相信一段感情是永恒的？你凭什么相信一个人是不会变的？你凭什么相信你认识了一个人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样子的？不要依赖于情感。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男朋友一直在测试你的底线，他用各种压力测试和顺从测试在测试你的底线，然后他测出来了你是不想分手，你分不了手，所以他现在挺肆无忌惮的。就你前男友那几句话不算什么，是当时他肯定生气，但他一个干销售，他能看不懂这个原因？你应该很清楚，他身边有的是有钱有颜值的姑娘，你在当初是很珍贵，现在就没有那么珍贵。这个时候他就要计较一下，权衡一下，你留在我身边对我来说是有好处还是坏处的？坏处更大，你老看我手机，你影响我赚钱，影响我和其他那些姐姐们之间的关系了，那你的坏处就更大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逼着你分手了。那无非就这件事嘛。如果你今天逆来顺受，你的顺从测试过了，你在他面前我就是个小媳妇儿，我分不了手，你跟谁在一起我都无所谓，他不会跟你分手的。不就这点事儿吗？问题不就是在于你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你还很作，你对于忠诚度还有要求吗？那不就完了吗？那说白了说明了什么？说明你当初看错了这段感情，或者这段感情已经有变化了，有变化就认嘛。至于你，我真的我觉得你太装了，稍微真诚一点啊，就是对于感情稍微真诚一点，毕竟这个姑娘是真心爱过你的，你要愿意在她身边再留半年就再留半年，你要说哎呀我们就实实在在的，你今天就别出来就完了，不是？谢谢陆琪老师啊，有需要陆琪老师帮助的观众朋友，其实方法非常简单，你们可以加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陆琪老师会送课程给你。我一直觉得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谁对谁错，你本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没有那些想法的。你们俩现在所描述的东西，你所描述的叫不合适，他现在没有用到一个不合适，他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性。然后这姑娘我觉得是一个直来直去没什么心思的姑娘，说好听点就是比较单纯，说的不好听点就头脑有点简单，就这个东西是很迷人的，这种迷人远远超过了它所外在的东西。你干这个行业你更知道，所以最初是因为它美，
那么现在你喜欢他是什么？我发现你说不出来。是没有用心去感受吗？还是说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所谓的挣钱买房子要娶她回家的这个目的性上来？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所以我建议两位是认真的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还是恋爱关系，我觉得你们就谈着。如果说我们要再往前走，那就一定要慎重。但我觉得今天你来的特别好，就是你通过老师们的分析，你可能清晰的看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以前没有发现，但是今天发现了。女生也就是接受嘛，对吧？接受现实嘛。你会主动提出跟他分手吗？啊？不会。不会。所以只要他不离，你绝不弃，是这意思吗？是的。那他离开这个舞台，他可能就会拿出手机来，要跟他的客户姐姐们要去工作了，你接受吗？不接受。那咋办？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意味着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就意味着我强烈抗议，但是那一方依然我行我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被迫接受嘛。你自己看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那是你的选择。真诚一点，善待爱你的人，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咱俩在一起，你说长不长吧，说短不短，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两个人没有信任吧，就是互相猜疑，然后也很累。你说让我陪你，但是呢，我工作我也不可能我去不做，所以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其实我今天看见你这个样子，我觉得挺陌生的，我也很感谢你当时确实是给了我很大的心灵支撑，但是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反正今天听了这些老师们的建议之后，我觉得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咱们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不管未来怎么样，都希望我们能够各自安好吧。都听出来意思了啊，成年人都了解什么意思。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回。王老师，你觉得他们俩会出来吗？双不出，不出来挺好的。双不出。我是反向指标，你有没有发现我一直是反向指标？我永远博那个最小概率。来来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请开门，请开门。双不出啊，太好了这个结局。为什么这个结局太好了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舞台的见证，所以对于双方的朋友来说，这一段感情是一段干净的感情，情感当中没有背叛，他们的分开只是因为他们之间不合适，他们曾经真挚的爱过，特别的好。祝你们找到合适你们的人，祝你们的生活幸福快乐。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今天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